大家好，我是大伟。身体虚的人啊，一定要多关注自己的脚底。我们都听过一句话，叫做寒从脚起。那么这个寒和虚之间是否有着联系呢？答案是肯定的。都听过一句话啊，古人已经总结得非常好了，叫做寒则凝。我们可以自己摸一摸身体的部位，比如说手臂的后侧、大腿的内侧，包括我们整个小腿，你会发现有的人身上就会有一些小小的筋结和疙瘩，这叫什么？寒则凝，凝则湿，湿则瘀，瘀则堵，堵乃问题之所在的核心。所以呢，一个人如果经络不通，他经常这个地方得不到很好的一个养护，气血行进不到，那么慢慢的他堵了以后，那么里面坏的东西就会疯狂的滋生。那么所谓的我们摸的疙瘩也好一些比如说某些局部地方发冷也好，都是堵的所在。这是只是在表面上，我们里面也一样。当里面比如说影响到我们的脾胃啊，影响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啊，那么它也会造成了堵了以后呢，那你就会感觉到发虚嘛，身体一虚了以后，阳气下降，正气下降，那各种各样的问题就会来找你。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就着脚底这个源头，因为寒从脚起嘛，就着这个源头给大家来好好的去讲解一个非常棒的动作。这个动作呢，也是我师傅传于我的，我的师傅92岁，就靠着这个动作，现在身体非常的棒，整个人非常的强壮，而且每当我跟他握手的时候，手上都很有力气，自己去买菜做饭都完全可以。所以呢，这个动作我认为能帮助很多的人，我今天把它分享出来，大家一定要好好的学会。如果你感觉好，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给咱们的视频点上一个赞。咱们现在就来讲解动作。这个动作呢叫做归元扶阳功，在道家也算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动作，目前会的人不多。据我师傅所说，这个动作你只要去坚持去做，它可以散寒扶阳，让你的体质逐渐强壮起来。说白了就是你练完以后，浑身上下自然而然的会发热，经络自通。那么怎么去做呢？把我们的手伸出来先讲手上的动作，大拇指点至无名指的根，就这样去点住了以后，把手握拳，这叫什么？这叫握固这握固。把2个手放在哪里？肚脐旁开4寸，这么去放好不是放在这儿，旁开4指。你看这是肚脐，我们旁开4指就放在这里靠在两边，这叫什么？这叫引我们的火进入什么呢？进入我们的肾当中，把我们的肾精而激发出来。然后这个手上的动作就做好了。脚底的动作是什么呢？脚底的动作特别有意思就是把我们的双脚涌泉相对，然后来回的进行一个摩擦和旋转，就这么去做。那么我们慢慢的可以把旋转的幅度加大。所以这个动作是怎么做的？相信大家看到这里也就已经很明白了。咱们躺在床上，把我们的手你看握固握好，放在肚脐旁开2侧，然后通过双脚的怎么样呢？一个摩擦，把我们里面的这个足底的火给它升上来，然后腿打开，就这么一直在转上一个1分钟到2分钟，你逐渐的会感觉你的后腰处会发热，慢慢的开始这个热量开始遍布全身，身上发热出汗。所以这个动作我们去做上一个3分钟到5分钟，每天晚上咱们可以睡前去做，也可以下午的时候把这个动作练起来。一定要记住，整个人躺着，手这么放着躺着放着，闭着眼睛就可以把脚这么去搓。其实说起这个搓脚的动作，它是有说法的。你别看着这么简单的一个搓脚，它的说法是什么呢？我们所谓寒从脚起，走的这条线就是我们的涌泉。所以搓脚搓的一个根本也是把2个涌泉对在一起，反复的去搓。这个动作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就要讲到我们小的时候，在婴儿的时候，你们如果去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婴儿最喜欢做什么事？一个呢就是把手指包住这来回动一动，对不对？这没有规律的。然后另一个呢就是把脚它怎么样呢？一会儿张一张，合一合，一会儿2个脚对在一起搓一搓。所以古人呢，他
认为这个婴儿是什么？是一个强大的至阳体。在婴儿的时候呢，你是聚集着庞大的能量的，就是因为这些能量才能促进我们的生命进行一个生长，让我们的生长发育变得更好。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婴儿做的动作，我们也借鉴了过来，用这个动作就能引导我们足底的火往上走。涌泉属水，它也属肾。它这个火往上走，走到我们的肾宝宝的地方，把这个肾精给它激发出来，遍布全身，自然你就能怎么样？你的阳气就足了，你的正气也足了，你的身体也就不容易虚弱。所以这个动作，我们手是放在我们两侧，脚底就这么去搓就行。每天晚上你去做，刚开始第一天、第二天，你可能没有那么强烈的发热的感觉。或许只感觉到后背发热，或许只感觉到你腿上发热，只要你能够坚持去做上7到14天，你会发现慢慢的经络自通，全身发热，自己就能感觉非常好。所以这个动作就分享到这里了。家人们如果感觉好的话，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把这么好的一个干货学会，同时把这个动作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转发到群里面。大家一定要记住，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我是大伟，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你是不是经常感觉自己肩胛骨缝缝里面发酸，而且这个酸是很深很深的这种酸，有的时候它酸起来的时候，恨不得拿自己的手拿一个小锤子用力的去敲一敲。如果你的肩胛骨活动起来经常感觉酸，而且呢你的肩膀的活动的时候还有一些咯噔咯噔的声音，那么今天我教给你2个动作，一个是运动的方法，一个是解开这把锁的方法，这2者你把它结合起来去做，你会感觉完全不一样。那么接下来呢，我会把这个动作分享出来，如果感觉好的，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然后呢，记得把视频收藏下来，因为里面的细节很多，我担心大家如果一划走这个视频找不到了，或者是以后再想看这些细节的问题找不到了，那就麻烦大了。那么接下来我会来讲一下这个动作，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么首先呢，我先来给大家讲一下肩胛骨的锁在哪里。这个锁其实藏得很深，一般人如果没有指点的话是找不到的。但是我们如果要找起来的话也非常简单，我把眼镜下掉给大家来演示一下。我们把手去摸着我们的后脑勺，就这样去摸着它，然后你用另一个手，比如说我的左侧肩胛骨内侧缝缝里面酸，我就拿出我的左手摸着后脑勺，右手就放在这儿。放在这以后呢，我们把手臂来回上下的去这么动，上下动，你慢慢的感受一下这个地方是不是会跳出来一个硬硬的一个小骨头去顶着你的手，你自己感受一下有一个东西会跳出来。如果你感受不强烈的话，可以把手放在这儿往里面压一压，跟它做一做对抗，你会发现有一个东西在跳出来顶你的手。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我们肩胛骨的一个活动轨迹。我们要做的就是说，当它往外去活动展开的时候，我们手斜入45度的一个角度，像这样你看这个角度斜着往内去探入进去，你看往里面去一摁进去以后就可以了。如果说你手能包住这块这个肩胛骨的这个肌肉的话，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其实是我们的背阔肌，如果你手能这么包住的话，你大拇指点的位置刚刚好就是我们这个锁的位置。如果说你这个手包不住的话，你就斜着用你的手这么点入进去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点，但是一定要记得你的手要抬得高高的，如果你的手不抬，像这样或者像这样抬不上去，那么这个地方你就点不到它了，它就藏起来了。我们把手点高，用你的手把它包住这个是第一种方法。包住了以后，大拇指就这么转，顺着我们这个里面转，从上转到下，大约是1指的长度，从我们的上面慢慢的转下来走上一个3到5遍，你自己去感受。有的朋友一做就开始龇牙咧嘴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地方很多人是关着的。什么叫关着的？开关开了就通了，关着呢它就是堵着了。所以呢，我们从上到下走上个3到5遍基本上这里就通了。通了以后，你活动肩膀，你哪里都没碰，你只碰了这一个点，完全不一样，是不是？但是你记住有很多朋友他这手是摸不到这儿的，因为他经常这个地方打不开，所以呢他只能够用这个4个手指去探着里面，
当你探着里面以后，一样的就这么转就行了，一定要记住斜着进去啊，就这么探着转就行了啊，从上到下大约1指的长度。当你这里解开了以后，活动肩膀，明显的感觉这个动作做完以后让你轻松了。那么这个动作其实对于你来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动作。以后呢，每周你做上一个3到5次就行。紧接着我要教大家怎么去锻炼啊，光去做还不够的，还要去锻炼。怎么去锻炼呢？就是夹脊、夹背。怎么去夹？把你的4个手指握住，这叫握固。握固了以后，顶在我们的腋下啊，顶在我们的腋下，然后这么去绕。绕的时候把头看上天空，或者你闭着眼睛慢慢的去绕。一定要记住，这就像拧螺丝一样。所以呢，我们在前半程的时候，你看往后绕，你别往前绕，这就绕反了。往后绕的前半程的时候没有关系，然后在后面手一定要去夹着，像蝴蝶一样往后夹着，这么一绕下来。这个后半程就要缓慢，前半程快一些，后半程慢一些，就这么去做。每天做上一个20下到30下，做完以后你自己就能感觉到这个地方松了啊。这2个动作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呢，我们第一个的一个解法和包括后面的一个运动方法，大家结合在一起去做，你自己去感受一下就知道。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感觉大伟讲的好的，一定要记得评论区打上有用2个字，并且把咱们的视频收藏下来，给他点一个赞。没有关注的朋友啊，记得关注我一波，因为在别人那里啊或许是不传之秘，但是在我大伟这里呢，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湿气重的人不要在3伏天光去晒太阳了，意义不大。我最近发现啊，小区的楼顶上面站着一群大爷大妈，然后呢，每天他就是什么呢？男的就把衣服脱了，背朝着太阳在这晒，头上蒙着一块毛巾。女的呢，她一般就是头上光蒙着毛巾，衣服呢就是这样啊，就背对着太阳去晒，一边聊天一边晒太阳。有的时候一晒呀，就去晒1个小时甚至更久。其实这样呢，虽然是以前的古法传承下来，但是你一定要记住，虚不受补。时间长了以后，很多人他会发现越晒自己越虚。为什么？因为天上的火把你体内的这个3点水的津液啊给烤干了，天津的这个津，把它烤干了以后啊，你人虽然说水湿也会跟着出去，但是这个3点水的这个津啊，它没有了，你会发现整个人的状态也就跟着下来了。所以这个身体弱的人千万不要盲目的去模仿，跟着一起去晒太阳。有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夏天的这个太阳啊特别的烈，它晒在你身上以后，晒一会儿，你这个身体里面的这个津液啊一被烤干了，整个人的状态它不是说立马就能补上来的，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反而到后面得不偿失。所以呢，湿气重的人咱们应该怎么办？你记住啊，如果说你湿气重，一定要想办法把我们的阳气啊给它扶起来。所谓的晒太阳是通过天火把我们的督脉给打开，但是一般人他可能受不住。那么我们还有一种更为温和的方法，就是通过地火把你的下面的脚底一个地方叫做涌泉给打开。以前古语当中啊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啊，叫做阳气盛则湿气消，湿气足则阳气散。而涌泉呢，就为我们的湿阳之地啊交界的一个口，涌泉为湿气喜聚之地，涌泉堵则湿气聚，涌泉通则湿气散，阳气生。所以涌泉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所有的很多的你会发现，这个涌泉啊，很多人经常去泡脚也好，经常去揉推也好，或者拿艾灸去灸也好，很多所选的地方，一个是涌泉，一个就是大椎。而涌泉对于我们的扶阳也好，对于我们把水气请出去也好，都是有极大帮助的。所以涌泉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利用。所谓地火，就是通过7种君子把它配置而成，我们称之为叫做扶阳7君子。这7位君子组成在一起以后，不仅仅可以生成地火，把我们的阳气从涌泉打进去，更能够让涌泉当中所聚的一些水湿之气啊，逐渐的被它引出来。所以呢，我们把它称之为叫扶阳7君子。这个制作方法也是非常的简单，我马上拿出我的用的成品给大家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上拿着的这盒南狮足贴，已经帮助了很多人去除了顽固的湿气，而且呢，也帮助了很多人让自己的身体强壮起来，阳气越来越足。为什么呢？上面它就写着扶阳七君子，给大家读一下：老姜、艾绒、桂圆、花椒、桂枝、当归、丹参。你看这7样，这个属性都比较的刚烈。同时呢，我们这7样组成一个小小的贴片精华，每天晚上睡觉就把它贴在足底。这个南狮足贴在侧面也写了几个大字，我给大家读一下，叫做凝天地之气，下面几个字叫做承一肾之源都写在咱们的侧面。所以这个南狮足贴，咱们自己很多人用完以后都会发现非常的不错。不仅仅是因为它的选材用料非常的真，而是它这个7样君子组成起来这个小贴片贴在足底以后，感觉是非常的棒。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我曾经有段时间被湿气缠着，我自己也感觉湿气重，整个人又累而且又懒。累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什么事不做，整个人就很累，又重又累，腿上又沉。懒是感觉到整个人就是躺在床上以后就不想起来，特别爱睡懒觉。就那段时间以后没有办法了，我请出了南狮足贴，用它这个小贴片，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贴在我的脚底上面，睡醒以后就把它撕掉。其实当我第一次把它撕下来的时候，我自己都非常惊讶。为什么？撕下来以后上面沾着一层黑乎乎黏稠稠的东西，这些都是藏在脚底的湿气这些脏乎乎的东西黏黏稠稠的，我看了以后，我自己其实说实话都有些嫌弃。但是随着我每天贴，坚持贴上一段时间以后，我发现脚底再撕下来以后就没有那么脏了，颜色变淡了，清清爽爽的。而且我把这个方法分享给很多的粉丝朋友们，包括我家里面人也在用。他们有的朋友用完以后，直接就给我发来一个照片，哎呀，一个个是惨不忍睹这比我惨得多。看起来以后这个颜色真的是又黑而且又黏。他们很多朋友用完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给我竖来大拇指，说大伟，你给我分享的方法真很好把我很多年一些问题都给我想办法这个你得到了帮助。所有的家人朋友们，这个方法你要记住，有的朋友被缠着5年10年的，他尝试了很多方法，有的时候往往就是因为什么呢？他的方法用错路了他没有去想着把这个阳气扶起来，因为他们两个对立嘛，阳只要上来了，这个湿湿水水的它就凝聚不了了，就散开来了。很多人只想着把湿气去出去，没有想着把阳扶上来。方法只要用对了，你会发现很多问题不是问题，而且来得非常快。大家好，我是大伟。道家呢有一个动作叫做晃功，这个动作真的非常的厉害，对于中老年朋友们来说非常的友好，而且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们通过这个动作都让自己的身体强壮起来了。为什么这个动作这么好呢？因为你只要简简单单的晃上一个10下20下，全身上下从头到脚基本上都能锻炼到。你要记住一句话，叫做百念不如一斗，百斗不如一晃这个晃功就是这么来的。那么我们接下来也不给大家卖关子，直接把这个动作教给大家。然后如果说你以后喜欢这个吃完饭去散步的，咱们也别散了，每天晚上饭后30分钟就在家里面晃一晃。日常当中没事的时候，也不想出门锻炼的，也在家里面晃一晃。只要把这个动作坚持下来，它的好处你自己就知道。咱们接下来一起来看动作怎么去做。感觉视频好的一定要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你的2个字将会帮助更多的人。咱们现在一起来讲解动作。晃功这个动作咱们刚开始学习的时候背后要贴着一堵墙，这堵墙大概和你有2个脚这么长的一个距离。为什么呢？因为防止你在晃的时候没晃好，一下没站稳，人靠着墙没什么事所以我们在开始学的时候，你记住双脚分开，比我们的肩膀略宽一些。然后呢，我们把手像抱着一个大西瓜一样抱住，抱着一个西瓜或者抱着一个树都行，把你的手肘不要下沉，抬起来。好，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然后慢慢的从我们的前往后这么去摇。在摇的时候幅度不用大，刚开始你在摇的时候小范围去摇就行了。那么我们在摇的时候呢，像小范围的这种摇，我们手都不用架起来，你可以把你的双手放在我们的腿部，你来感受一下你身体的变化。
因为我们身体当中有很多小的精细的这些群体啊，它平常啊不一定能参与到你整个运动当中，但是这些小的肌肉群体呢，它又是负责咱们整个身体协调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呢，越到老你会发现啊，大的肌肉群的力量开始衰退了，小的这些负责稳定协调的这些肌肉呢，它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所以呢，我们在晃的时候是保持什么呢？就是让你看慢慢的晃，让你保持一个不平衡的状态当中。在这个可控而不平衡的状态当中呢，我们在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小的肌肉群体在不断的调动起来。所以呢，我们把手可以放在腹部，你会发现你在晃动的时候，你的腹部啊会自然而然的收紧。自然而然的开始有一种向内绷紧包括你能感觉到里面肌肉发力的感觉。你把手放在腿部，腿上也会有这种感觉，手放在后腰处，你看这么晃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它会不断的参与进来。所以呢，我们只需要慢慢的去晃动，不断的开始加大你晃动的幅度，就这样去做，慢慢的开始把手保持一个抱圆的状态，保持一个平衡。在整个过程当中，整个身体千万不要说你一晃了这个脚，你看不稳往前了，或者不稳往后了，这样都是不行的。我们宁愿把幅度晃小一些，晃慢一些，我们就这样去练。晃完以后，比如说顺时针咱们晃完了，在逆时针晃上一个10下，保持两侧是相同的一个晃数，就这么慢慢的去晃，感受。你的甚至能感觉到你的脚底、脚趾都没有地方着力，然后你的脚趾就会不断的发力抠地有这种感觉。为什么呢？因为脚趾其实在我们整个走路的平衡当中参与也非常多，所以在做到后面的时候，你会发现从我们的脚到我们的腿，再到我们的腹部，都会慢慢的发酸，这就是晃功。慢慢的晃，慢慢的做，不断的增加自己的晃动的一个频率晃动的幅度，慢慢的增加，慢慢的练习这个动作非常的棒，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动作记好了，然后每天坚持跟着我去做，每天做上3分钟，坚持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这个动作真的是太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们了。好了，今天视频就分享这里了，我是大伟，是大家的好朋友，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